9岁女孩故意化上成熟的妆容，并趁母亲不在时衣着性感的躺到父亲身旁，接着她就对醉酒的父亲说道 Let me take care。养父瞬间被吓得直了起来，并指责养女不该说这些污秽之词，但养女却依旧不依不饶，于是他便气愤地将养女赶回了房间。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养女虽然外表是个9岁的小女孩，但实际上她已经30多岁了，之前也有养父拒绝过她的示爱，而下场就是全家被他杀光。可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大灾星，却是养父和养母主动申请领养的。原来当初妻子在生第3胎时，突然在进手术室前血流不止，最终虽然妻子安然无恙，可孩子却遗憾没能保住。自此之后，妻子就长期被噩梦缠身，整个人变得非常憔悴，甚至开车时都心不在焉，差点发生车祸。尽管他们如今已是幸福的4口之家，可失去孩子的伤口终究是无法修复的。妻子意识到她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于是便跟丈夫提议领养一个孩子。她想将自己对死去孩子的那份愧疚寄托到一个活着的孩子身上。于是第2天，夫妻俩就来到了孤儿院，而这里也成了所有悲剧的开始。因为此时已经有人在暗中盯上了夫妻俩，这里有许多活泼可爱的孤儿，可丈夫却偏偏被一阵歌声吸引，于是他循着歌声来到2楼，并在这里遇到了9岁女孩伊莎，两人相谈甚欢。不久后，妻子和院长也找了上来，而院长在看到伊莎后，表情却显得有些耐人寻味。夫妻俩跟伊莎很聊得来，他们觉得伊莎比一般的孩子要特别，所以最终他们决定领养伊莎。院长告诉夫妻俩，伊莎曾经被收养过，但不巧的是领养家庭发生了火灾，最后只有伊莎艰难地逃了出来，所以命苦的她再次成了孤儿。夫妻俩听后越发觉得伊莎很可怜，于是更加确定要领养她。最终伊莎被夫妻俩带回了家。为了跟聋哑的妹妹搞好关系，伊莎还特意学了手语打招呼，但哥哥就没那么喜欢这个新妹妹，尤其是父母都在围着她转，还给她准备了礼物，这让男孩感觉很不爽，搞得好像自己才是领养的一样。而此时伊莎的眼神也仿佛是在炫耀。当晚伊莎用害怕打雷为借口，成功睡到了继父身边，但继父却对她的心机丝毫不知。而每次去上学前，伊莎总会戴上手环和项圈，并且穿衣风格也十分老气。果不其然，初次见面她就遭到了同学的嘲笑。不过伊莎仅凭借一个眼神，就瞬间镇住了所有人。但因为穿着打扮怪异，伊莎还是遭到了同学们的欺负。可即便同学将她的书扔得到处都是，伊莎却依旧一言不发。然而女同学只是碰了一下她的项圈，她立刻就开始尖叫发狂，吓得围观的人都愣在了原地。当天放学后，伊莎坐在秋千上死死地盯着女同学，而女同学也察觉到了危险。但最可怕的是，她一转头的功夫，伊莎就不见了。意识到危险的她开始四处寻找，可即便她再怎么小心翼翼，最终还是出事了。但这一幕刚好被妹妹看到了。当晚继父接到了女同学父母的电话，对方说是伊莎推她下去。伊莎听后立刻说是她自己摔倒的，而当父母询问妹妹时，妹妹竟然也作证说女孩是自己摔倒的。见状，父母也相信了伊莎。看来伊莎已经提前拉拢了妹妹。但第2天妈妈就接到了院长的电话，她想确定伊莎有没有闯祸。妈妈听后说了女孩掉下滑梯的事，还说有可能是伊莎推她下去的。院长听后立刻脸色大变，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于是他说明天会来家访说明一些事情，而妈妈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被会懂唇语的小女儿知道了，自然她也告诉了伊莎。当晚夫妻俩因为滑梯事件起了争执，妈妈怀疑可能就是伊莎干的，但爸爸却觉得那就是个意外。争吵慢慢转移到了对彼此的不信任，接着两人就大吵了一架，而伊莎在隔壁嘴都笑歪了，她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养父母的感情。第2天院长赶到家中，他一进门就跟夫妻俩道了歉，因为他有些事情没有告诉夫妻俩。之前伊莎还在孤儿院的时候，虽然没有直接看到过他制造麻烦，但每次一有麻烦都有他在场，无论是打架、偷东西还是有人受伤，伊莎都刚好在场。更可疑的是，前一个收养家庭发生的火灾，调查结果显示是有人蓄意纵火，而当时活下来的人只有伊莎，但警察又不相信一个小女孩会纵火犯罪，所以最后案子便不了了之了。可最糟糕的是，伊莎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，妈妈听后想带伊莎去看心理医生，但爸爸却觉得没有必要，她不过是个可怜的9岁小女孩。而就在他们争论时，伊莎已经开始了她的邪恶计划。她不仅拿了把羊角锤，还偷偷拿走了爸爸保险柜里的手枪，并且还威胁妹妹跟自己一起行动，否则就先拿她开刀。此时院长刚好要离开，伊莎赶紧带着妹妹抄小路，提前躲在路边。等院长经过这里时，他就趁机将妹妹一把推了出去。但好在院长眼疾手快，成功躲开。等安全的停下车后，院长立刻下车查看妹妹的情况。可怎料就在这时，随后他让妹妹帮他把尸体推到路边，眼看这时即将有车经过，但可惜他们还是更快一步，路过的车子没能发现他们。可谁知这时院长竟然醒了过来，原来他刚刚只是暂时被砸晕了。无助的他想要逃跑，但伊莎又怎么会放过他？随着一锤接一锤重重的落下，院长也彻底领了盒饭。接着伊莎跟妹妹将院长藏了起来。完事后他们回到了家旁边的小木屋，并将所有的证据藏在了这里。随后伊莎威胁妹妹不准说出去，否则警察会连她也一起抓。可不料就在他们离开时，刚好被在这附近的哥哥看到。男孩本以为伊莎没看到，但到了当晚深夜，一把刀直接抵在了他脖子上。原来伊莎当时看到了他，伊莎威胁他不管看到了什么都不准跟任何人说，否则就切掉他的小弟弟。现在兄妹俩双双被伊莎威胁。第2天夫妻俩带伊莎去看了心理医生，可他们实在太低估伊莎了。心理医生不仅没查出伊莎的毛病，反倒是被伊莎误解认为是妈妈的问题，因为妈妈不接受伊莎，所以她才会出现心理问题。由于妈妈之前也看过心理医生，所以医生就觉得肯定是她的问题，并且还提到了妈妈之前有酗酒的问题，可那是因为孩子流产才借酒消愁的。更气人的是，就连丈夫也不相信妻子，他宁可相信所谓的心理医生，也不相信伊莎有问题。回家后夫妻俩陷入了冷战。
但随后妻子就接到了孤儿院的电话，这才得知院长根本没回孤儿院，他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当晚警察对附近进行了全面搜索，很快他们就找到了院长的尸体。随后警察到家里进行了问话，不过很可惜夫妻俩也毫不知情，但妈妈还是对伊莎产生了怀疑。事后妈妈进行了深入调查，结果发现伊莎属于典型的反社会人格，看着像正常人，但实际上极其危险。于是她立刻将资料拿给丈夫看，可怎料丈夫看后却依旧不愿相信，她坚持认为一个小女孩能有什么危险，眼看丈夫靠不住，她只能自己来。这天她私下问亲生的2个孩子伊莎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但不巧2个孩子都已经被威胁了，没有一个愿意说出实情。下午伊莎在爸爸面前故意装可怜，还说自己已经很努力讨好妈妈，可妈妈还是不喜欢她，而她所说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为接下来的事做铺垫。当晚她突然说要给妈妈一个惊喜，紧接着她就从身后拿出了一束白玫瑰，妈妈看到后瞬间发怒，立刻上前死死抓住伊莎，因为玫瑰花下面埋的是她流产的胎儿。妈妈一直把这盆花当做自己的孩子，可现在却被毁了。而妈妈之前还特地告诉过伊莎，这显然就是故意的，可丈夫依旧是那么死脑筋，还说伊莎不知情，不是故意的。事后妻子看着光秃秃的玫瑰花盆，内心的悲伤根本无以言表。而伊莎的诡计还远没有结束，她独自来到工具房，接着硬生生将自己的手给夹断，好以此来嫁祸给妈妈。当晚她不停地在床上哀嚎，结果成功将爸爸引了过来，而爸爸看到伤口后也是被吓了一跳，他只能带伊莎去医院治疗。回来后他把伊莎放到了夫妻俩的房间，他不仅没看出伤势不对，还坚信就是妻子抓断了伊莎的手，并且他还将妻子赶到楼下睡，自己则留下陪伊莎睡。随后郁闷的妻子来到商店买了2瓶酒，但就是这2瓶酒将他彻底推向了深渊。十分难过的他本来想一醉方休，可冷静之后他又想起自己已经戒酒了，于是他立刻将酒全部倒进了水槽里。而导火索在第2天送孩子上学时，由于他忙着跟儿子说话，伊莎趁机放掉了刹车，紧接着车子迅速开始倒退。妈妈看到后立刻追了上去，此时小女儿还在车上，路人见状想上前帮忙，可坡太陡，车速太快，根本追不上。但好在最终车子只是撞到了积雪，小女儿也平安无事。妈妈很清楚是伊莎干的好事，可事后丈夫却找来了那个该死的心理医生，他根本不相信是伊莎做的，还认为是妈妈对伊莎有意见，想甩锅给他。而这时丈夫拿出了剩下的那瓶酒，是伊莎找到交给他的，他认为妻子是酗酒宿醉导致大脑不清醒，这才忘记拉手刹造成了事故。即便妻子解释她没喝酒而是倒掉了，可现在这种情况根本没人会相信，更何况眼前的不是人而是2头猪。最终伊莎不仅没被怀疑，他们还打算将女人送去治疗，而此时的小女儿根本不敢作证，因为伊莎警告她不准去告状，如果不听话她就杀了妈妈。当晚哥哥偷偷溜进妹妹房间，他问妹妹是不是伊莎干的，在追问之下妹妹偷偷告诉了哥哥，并且还拿出了他画的杀人现场。哥哥这才得知院长被杀的真相，也得知了伊莎在木屋里藏了凶器。然而最糟糕的是，伊莎已经在门外偷听到了。第2天男孩偷偷出门，他想在木屋里找到那些证据，可奇怪的是他怎么找都找不到。这时伊莎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原来他早就提前将证据收起来了，而且就连妹妹的话也在。接着他在这些证物上撒上汽油，然后一把火点燃，最后他再将汽油挤到男孩周围，趁男孩不注意时立刻逃走，并且还锁上了唯一的门。男孩见状只能从窗户爬出来，但他还是被困在了屋顶。随着火焰慢慢吞噬木屋，他也慢慢没有了落脚点，最终他从屋顶掉下来摔晕了过去。同时妈妈也在网上查到了伊莎的来历，她来自俄罗斯的一家精神病院，但就在他想深入调查时，却刚好发现了起火的木屋，于是他立刻赶了过去。但此时伊莎已经搬起了石头，他准备给男孩最后一击，不过好在妹妹及时出现阻止了他，而这也为妈妈赶来拖延了时间。最终男孩被顺利送往了医院，情况也暂时稳定了下来。随后妻子跟丈夫说了调查结果，不出所料这个猪头还是不相信，两人为此展开了长达2分半的争论，而这正好给了伊莎机会，她偷偷溜进男孩的病房，接着拿掉氧气罩，用枕头死死地捂住男孩。随着心电图数字归零，男孩就这样领了盒饭。医生和父母听到警报立刻赶了过去，但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妈妈见状伤心欲绝，于是她立刻转头找到伊莎，接着狠狠地给了她一个大逼包，但这却正中了伊莎的奸计。一个妈妈大庭广众对女儿下如此狠手，试问现在还有谁会相信她？最终医护人员赶到给她注射了镇静剂，她也因此错过了此生最重要的电话。醒来时她已经躺在病床上了，丈夫说要将她留在医院过夜，她自己先带着2个女儿回家。离开时伊莎回头看了一眼，预示着最终的悲剧即将来临。回到家后，郁闷的爸爸在客厅喝起了酒，而伊莎则是在房间里准备起了新衣服。等到爸爸喝到微醺之时，伊莎就浓妆艳抹地坐到了他身边，接着她还对爸爸说道 I love you, Daddy. You too. I really love you. I know. Sure, let me take care. 爸爸直到这时才听出不对劲，他质问伊莎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但伊莎却委屈地说道 You said you love me. Oh, you are so confused. I don't love you like that. 可即便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伊莎却依旧继续勾引爸爸。于是爸爸终于忍无可忍，他命令伊莎立刻回自己房间去。 Stop talking to me like I'm a child. 直到这时爸爸才意识到妻子说的是对的，于是他打算明早就将伊莎送回孤儿院。虽然伊莎听后彻底死心，但同时爸爸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。而另一边妈妈接到了当时漏接的那通电话，俄罗斯的医生让他全家远离伊莎，然后立刻报警将伊莎控制起来。因为伊莎外表是个9岁小女孩，可实际上她已经33岁了。由于她患上了罕见的荷尔蒙失调症，造成了均衡侏儒症，使她比一般的侏儒症更像小孩子。起初就连女人听后都不敢相信，但直到医生提到了疤痕，由于伊莎是他们这里最暴力的精神病，所以他们经常会给她穿树衣，而伊莎总是暴力挣扎，这让她的手腕和脖子都出现了严重勒痕，所以她才会一直戴着项圈和手环。
而最恐怖的是，伊莎已经杀了7个人，她靠着假装小女孩骗了好几户家庭收养她，当时机成熟时，她就会勾引养父，如果养父不从，她就会杀了他们一家，然后放火烧房子毁尸灭迹。1年前，她在精神病院突然失踪，她虽然是人，但却比鬼还要可怕。妻子听后立刻赶回家，但现在看来应该是来不及了，因为丈夫已经发现了伊莎的秘密。她的房间墙壁上全是荧光涂鸦，伊莎在原本正常的画作下面隐藏了一层恐怖的荧光画，只有用紫光灯才能照出来。男人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。这时楼下传来了电话响声，原来是妻子打来电话想提醒他，可刚要接通，家里却突然断电了。这显然是伊莎搞的鬼，打不通电话的妻子正在拼命往回赶，并且还顺便报了警。但丈夫这边就倒霉了，断电后他到处找伊莎，可结果却反被伊莎一刀扎在了腰子上，最终他被伊莎连捅数刀领了盒饭。糟糕的是，这一幕刚好被小女儿看到，而她也成了下一个目标。小女孩吓得连忙躲进了衣柜里，可门外的伊莎已经在一步步的靠近，但好在赶到家的妈妈故意撞上了玻璃门，弄出的声响吸引了伊莎注意，于是伊莎拿走了养父的那把手枪，而养母进门后刚好看到了惨死的丈夫。尽管她此刻非常悲伤，但这时她又想到还有女儿，于是她立刻往女儿的房间冲去。然而此时的衣柜已经空了，她只能将每个房间都找一遍，可怎料就在她靠近窗户时，伊莎露出了她那苍老的真实面孔。现在就是他最喜欢的猫捉老鼠环节，他开始向养母一步步逼近，但好在养母躲得更好。这时花圃里突然传来了声响，接着妈妈低头发现女儿原来藏在这里，可声响也引来了伊莎。随后他抬头发现了养母，但他只是开了一枪就没再管养母，原来他已经盯上了躲藏的妹妹。很快妹妹就被伊莎发现，不过好在他的枪法实在太臭，连开数枪后都没打中。但眼看情况越来越危险，妈妈直接打碎房顶玻璃掉了下来，结果正好砸到了伊莎身上。随后妈妈收起了枪，不过她并没有趁机干掉伊莎，因为警察马上就要到了。最终母女俩来到屋外，看到了赶来的警察，可不料当警察来到花圃后，却发现伊莎居然不见了。此时的母女俩还没察觉到危险，但下一秒伊莎就举刀冲了过来，妈妈刚掏出枪就被伊莎撞下了山坡，两人就这样滚到了结冰的湖面上。随后伊莎对养母发起了猛烈进攻，就在危急关头，小女儿捡起枪打中了冰面，紧接着冰面破裂，两人一起掉进了湖里。可养母刚浮出水面又被伊莎拉了下去，两人在水下展开缠斗。这时养母一个肘击锤懵了伊莎，接着他就趁机爬出了水面，可没想到这时伊莎又抓住了他。Don't let me die, Mom. 这种雕虫小技养母怎么会上当？于是他果断给了伊莎一记无影脚，将伊莎彻底送回了湖里。直到这时母女俩才真正安全了。最终他们与警察会合，这场悲剧才终于画上了句号。